2年半的时间，讲完中国422位皇帝的一生。今天讲解的是中国第4位皇帝汉惠帝刘盈。他6岁被父抛弃，9岁立为太子，10岁差点被废，16岁中登帝位，但仅过7年时间便郁郁而终。刘盈短暂的一生虽然触及了权力巅峰，却未曾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命运。刘盈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权力斗争，更是来自母亲吕后的无情压制和家族纷争。尽管刘盈性格仁爱宽厚，但他始终未能突破母亲的束缚，成为了历史上最为悲惨的皇帝之一。公元前211年，刘盈诞生于沛县丰邑中阳里村。那时他的父亲刘邦只是沛县泗水亭的一个小亭长，家中生活清苦，和普通农户并无区别。刘盈作为刘邦与吕雉的嫡长子，在成长过程中常跟着母亲吕雉下地劳作，体验了民间疾苦。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执政理念埋下了种子。在他之前，刘邦还有个庶长子刘肥，是刘邦与寡妇曹氏所生。由于曹氏的身份特殊，刘肥虽年长，却无缘皇位继承权，而刘盈凭借嫡长子的身份，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有着天然的优势。此外，他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姐姐鲁元公主。公元前209年，刘邦斩蛇起义，踏上了反秦之路，成了秦朝缉拿的要犯。刘盈与家人过起了四处漂泊的日子，直到刘邦夺取沛县，才暂时安定下来。公元前207年，刘邦和项羽合力推翻秦朝后，于次年又展开了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。彭城之战中，刘邦战败逃跑，连老父妻儿也不顾，结果刘太公与吕雉被楚军俘虏。幸运的是，刘盈和姐姐遇到了逃亡的刘邦，可刘邦为了让马车跑得更快，多次将刘盈姐弟锐下车，多亏有老司机夏侯婴冒死相救，才逃得性命。可以说，刘邦的事业之路让他的家人吃尽了苦头。公元前203年，楚汉签订鸿沟之盟，平分天下之后，吕雉等人被释放，一家人才得以团聚。随后，刘盈随母亲一起被送往关中地区，结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。公元前202年，刘邦历经数年苦战，终于在垓下之战中彻底击败项羽，建立了大汉王朝，史称西汉。刘邦称帝后，册封吕雉为皇后，嫡长子刘盈为太子。这看似贵显尊崇的册封，于吕雉和刘盈而言，更像是迟来且单薄的补偿。毕竟在刘邦四处征战7年岁月里，吕雉历经无数艰辛磨难，早已青春不在，容颜憔悴。而如今贵为天子的刘邦，坐拥天下，后宫佳丽如云，对这位结发妻子早已没了往昔的情谊。而身为太子的刘盈，依照宗法礼制，理应拥有继承大统的权利，可他性格仁厚柔弱，与刘邦的果敢强势截然不同，这让刘邦心中不满，总觉得刘盈难以担当起治理天下的重任。而此时的刘邦最宠爱的是年轻貌美、擅长跳翘袖折腰之舞的戚夫人，还有他的儿子赵王刘如意。戚夫人见刘邦对皇后吕雉和太子刘盈态度冷淡，就趁机为自己的儿子做打算。他在刘邦枕旁日夜哭泣，恳请刘邦废掉刘盈，改立刘如意为太子。刘邦心动之下，在朝堂上提出废立太子之事，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，此事只好暂且搁置。不过戚夫人这点小心思，在吕雉面前可谓是小巫见大巫，实在是不值一提。吕后很快就察觉到刘邦想对他们母子不利，立马开始想办法应对。吕后听闻张良足智多谋，便向他求教。张良面对吕后的恳切请求，给出了一条关键计策，去请刘邦一直敬重的商山4号辅佐太子。商山4号乃秦朝末年的4位饱学之士，他们因不满秦末苛政，隐居商山，故而被称为商山4号。吕后一计行事，用厚礼和太子刘盈的亲笔书信，请出了商山4号辅佐刘盈。而刘邦见刘盈有这样的人才辅佐，觉得他已经有了声望，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。经此一事，刘盈的太子之位得以保全，吕雉在朝中的地位也进一步巩固。公元前195年，刘邦驾崩，16岁的刘盈顺利登基，尊吕雉为皇太后。刘盈即位时，汉朝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，他延续了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，进一步减轻赋税，鼓励农桑，奖励生育，放宽对商业的限制，并以萧何、曹参为相国辅佐实施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。同时，为了创造安定的国内环境，刘盈也用和亲政策来稳定与周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关系。在此期间，刘盈推行黄老学说，
主张无为而治，不过度干预社会发展，同时废除秦朝的邪书律，使得各种思想文化得以活跃，尤其是儒家学说，为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。但他下令允许民间卖爵，虽在当时积累了财富，却开启卖官鬻爵的不良先河，饱受后世诟病。此外，刘盈征发数十万劳役，历时3年时间，修建了长安城，将长安打造成了当时世界上数1数2的大城市，为后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尽管刘盈推行了诸多利国利民的政策，但他始终活在母亲吕后的阴影之下。吕后性格强势，控制欲极强，在刘邦死后，对昔日受宠的姬妾展开疯狂报复。戚夫人母子首当其冲，戚夫人被吕后囚禁在永巷，让她带着刑具，穿着囚服做苦工。此时的戚夫人悲痛欲绝，她常常唱着凄凉的歌：子为王，母为虏，终日春薄暮，常与死为伍，相距3000里。当谁使告入，吕后得知戚夫人还指望儿子来救她，就打算把如意召回长安，准备将他们母子一起处死。刘盈出于善良，想保护弟弟刘如意，却未能成功。刘如意最终被吕后毒死。毒死刘如意后，吕后对戚夫人的折磨变本加厉，她将戚夫人制成人质，还叫来刘盈过来观赏。刘盈目睹这一惨状后，深受刺激，大病一场，从此意志消沉，每日饮酒作乐，不再过问朝政。吕后见刘盈不理政事，野心更加膨胀，趁机包揽了所有朝政大权。她铲除了刘邦的第5子刘辉、第6子刘友等宗室人员，又在朝中安插吕氏一族的人，并封他们为王侯。吕后的做法彻底打破了刘邦制定的非刘氏不能称王的限制，逐渐把刘氏天下变成吕氏天下，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。公元前192年，吕后为了亲上加亲，巩固自己的权力，还做了一件更荒唐的事情。她强迫刘盈娶自己亲姐姐鲁元公主年仅10岁的女儿张嫣为皇后，也就是自己的外孙女。刘盈对这种舅舅娶亲外甥女的荒唐婚姻极力反对，最后面对吕后的压力，还是被迫接受了，但只与张皇后做挂名夫妻。婚后，吕后希望张嫣能生下皇子，以便进一步掌控朝政，但张嫣始终未能怀孕。见此情形，吕后便让她假装怀孕，而后强娶后宫美人生的孩子，杀掉了孩子生母，并对外谎称是张嫣所生，册立这个孩子为太子。此外，刘盈一生中一共有6个儿子，但都不是张嫣所生的，其生母的身份也无从考证。他们在刘盈死后，均因各种缘由被逐一诛杀，成为了权力纷争的牺牲品。公元前188年，因长期抑郁，身体每况愈下的刘盈驾崩于长安未央宫，年仅23岁。回顾刘盈的一生，他天性纯良，仁孝恭敬，本有机会成为一代贤君，然而他却深陷命运的泥沼，一生都在权力的漩涡中苦苦挣扎。在父王眼里，他是无能之辈，庸碌无为，不足以继承大统。在母后心中，他是心慈手软的痴儿，不知用心术拉拢人心。在刘盈短短的20余载人生中，未能有过片刻的自由，始终是受他人之期望，原他人罚志向。他嗜好孝惠皇帝，他一生都活在吕后的权势之下，小心翼翼地迎合着吕后的意志。这孝惠2字，实在是对他命运莫大的讽刺。下一集我们继续来讲中国的第5位皇帝，西汉前少帝刘公。